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在智能机出现的第一波，我很幸运的比较早就接触到了，就连4G 刚出来那会儿也是第一波体验上的。那个时候因为用的人很少，网速可以达到20到30兆英秒，而我那时使用的就是当时的神机红米 ES 4G 移动版。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逛论坛、刷机、玩框架。就这样，我从红米到小米，过完了我的高中、大学，甚至于现在，我依然保持着热爱。红米的入门机型，从当时的699到现在的999，貌似也只有红米坚持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当粉丝告诉我红米出了5G，那我肯定是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。毕竟这又是一个故事开始的源头。那么，点上关注，我们来开个箱。Redmi 12 5G， 感觉又回到了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啊。这么低廉的价格让我想起了我的红米 ES 4G。哇，这个颜值可以的哇！哇哦，我靠，这颜值真不错哎。同样标配了清水套，10伏2.25安，20瓦的一个充电头，其他的就没啥了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颜值是真的很可以了。这个颜色是叫做冰瓷白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个质感啊。也是玻璃盖板啊，然后塑料中框。拿到这款手机，我是惊讶的。现在的红米入门机型原来也做得非常精致了。我这款是白色，玻璃的后盖加塑料的直角边框，底部单扬声器，顶部3.5毫米的耳机接口和红外。左侧上方是 SIM 卡槽，后面是2个摄像头加闪光灯，不过只有主摄是可以调用的。这个整体的外观质感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当然，就我个人很惊讶的一个点是。红米确实是把使用频率很高的红外和 NFC 都一个不落的装在了这款机子上，感觉这加了300块钱确实还挺值的。以前我可是超级想要有 NFC 的功能和红外，外出遇到空调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去调整，这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以前我就羡慕了很久别人的这个小米 2S 啊。在配置方面，第2代骁龙4屏幕也有90赫兹的高刷，电池更是看齐旗舰，来到了5000毫安，摄像头也有5000万像素，这配置看起来确实很有诚意，在这个价格确实没有对手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要带着看待旗舰机的眼光去看待它的话，就还是会有挺多到手可以感知到的差距，屏幕的光感会差一些，然后就是马达的震动效果很廉价。正面其实差别不大，我们侧面一下。就能看出来，它这个可视角度确实不大行。但999，我们就不要求这么多了，这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这是我唯二感知明显的点。它作为日常使用的机子来说，打开我们日常生活的 APP 还是可以游刃有余的。当然比不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旗舰的速度，但至少还是挺不错的嘛。搭配专门适配的没有动画的MIUI-14，其实也有一种还不错的感觉。在跑分方面，我实际测试的跑分来到了13万，但仅打败了1%的人。这看来会使用安兔兔跑分的用户还是比较高端的嘛，大家的手机都还蛮好的。而且在跑的时候还不是我们常见的安兔兔 3D， 而是特别的版本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发现。游戏方面也有着非常大的惊喜。这颗 CPU 在王者可调最高画质可以60帧运行，整个帧率表现还是非常夸张的啊！它是几乎59.85一条直线，而且打1个小时几乎就是一条直线，且温度就上了1-2度这是在室温29度环境下测出的一个对比。这个是极高画质，然后60帧，它是只能这样子。但说实话，温度一点都不热啊，反而这个速度感还挺足的感觉是，有种异常的美感。我看一下啊，调整到极高，然后60帧，它是维持在10几帧的，12帧，能玩。调节到高之后，它是上升到了15帧，中特效的话是到了20帧。好，我们调节到低来看一下，流畅起来了。还挺流畅的啊。低特效，然后可以到40多帧，已经是非常能玩的地步了啊。
到了38帧，然后我们可以切换到极低，然后把这个帧数调到60，应该就是可以满帧了。也不能满帧，达到了50帧、48帧，也还可以，至少能够流畅的玩。我已经感受到了 Switch 级别的这个画面啦，游戏画面啊，非常的流畅啊。而且它有一个其他的手机完全触及不到的点，就它的这个温度是真的很低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啊，大家看到了没？一开始玩的时候是35度，到现在37度，就这么一点点小的波动。我最大的意外就是这个 CPU 的温度控制有点过于的稳定。原本我以为玩这种大型的游戏机身会发热，但实际却是温度的表现居然还要比旗舰机还要好，这就挺离谱的。因为功耗表现的好，所以机子的续航反而还挺不错的，而且有应用通话录音，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反而还挺适合当一个工作机使用，便宜还干干耐操，电池也大。在拍照方面，红米目前应该是全系都有胶片滤镜了，拍照可以开启胶片水印，找好构图啥的，拍其实也都还 OK。虽然拍照的性能一般，但只要你想拍，其实不论是啥手机都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工具。想当初我喜欢摄影就是从红米 ES 开始的，那个时候相机才有500万像素。我也拍摄了挺多我自己记忆犹新的照片，也成为了我接触摄影的第一块敲门砖。不过这次的红米12 5G 的胶片滤镜依然会有着过曝的倾向，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依然会建议你把曝光往下降一降，再进行拍摄。在我出去外拍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，它居然有微距啊。不过它这个微距，它检测的这个速度不一定很快啊。就是你可能要让它慢慢试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使用它这个微距功能拍摄的一些照片，这点还是挺不错的。虽然它是单扬声器，可能音质也不怎么样，但我依然还是要告诉你它的表现如何。你使用这样的价钱可以买到什么样的音乐配置？在999这个价位，甚至现在上新只要949，它居然还给了我们近乎全面的配置，高刷、红外、NFC 这些基础的体验都没有给我们阉割。在我看来，为什么没有山寨机了呢？它就是很好的答案。在这个价位已经做到如此了，还怎么让别人活？为什么我会对这部手机有如此多的好感？大概是我在曾经没有任何预算的时候，699分期买到了一台很好的手机。我在高中时期用了很久，甚至大学还用了1年。我对这个价位的手机真的是太喜欢了，所以也希望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着做入门的100元的红米，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。毕竟很多人很多时候买这样一台手机都会选择12期分期，而我就是里面的一员。如果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关注。有什么疑问可以评论区直接问我，我是云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